天和大家谈一谈海外写作人在疫情期间的好心情。什么是海外写作人的好心情呢？应该说，疫情让很多写作人待在了家里，他们不能去上班，他们把工作的时间放在家里，把写作的时间也放在了家里。据我所知啊，最近1年来，我的很多朋友，特别是一些北美作家，他们有的出了书，有的出了诗歌，有的出了小说。有一位朋友告诉我，他写了一本关于疫情的报告文学。我说，你写这个东西真有意思啊。他说，实际上这是难得的机会，不知道100年以后，很多年以后，当人们谈起疫情的时候，人们怎么想？那个时代的人是怎么面对疫情的？疫情经历了什么样的社会、人生和爱呢？我说，你这样的选择，你这样的写，真是太棒了。他说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实际上，我们生活在北美，我们有这个条件，我们可以把西方的一些关于疫情的故事记录下来。他的书，我觉得很有价值。他没有想到为自己做什么，而是为社会，为我们后代做点什么事情。还有的作家，他们在利用这个疫情写了不少东西。有一位作家跟我说，他说，我现在有一本新的长篇小说，马上就要开始写了，而且有了名字，并且告诉我的名字是什么。我说，哦，那真是太了不起了。我说，你怎么好像刚完成了一部，怎么又来了？他说，说实在的，现在我们生活在外面，工作可以在家里边，这里的生活说孤独，也就是很宁静。他说有时间。现在我把这件事告诉你，就是给自己一点压力。如果有一天你说你的小说怎么样了呢？我会告诉你，我已经写了，因为有这个压力。以前写的让我有了很多进步，现在我有了很多思考，我想让我的小说有新的跨越，有新的思考，然后又让我的小说把我的生活的故事记录下来，因为我爱它。这就是我们写作人的一种莫名其妙的想法和情怀。我说，这应该说你是一个勤快的小蜜蜂，写作人就是一个勤快的蜜蜂，不停地写作。这1-2年来，我也是，我的生活变化很大，不能出门，在家里每天都是写作。以前工作好像觉得时间过得很慢，现在休息了反而觉得时间很快，因为早上不敢睡懒觉了，一睡懒觉10点钟起床，喝杯咖啡就是中午了。所以呢，为了要节约时间，为了要健康，每天起得很早，做很多的事情，写作，然后呢，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。朋友们，你们看后面这幅画，就是我最近画的。我2个月前开始画画，我的画我觉得很有成绩，给自己一个鼓励。这幅画展示了我们魁北克的风光和颜色，大雪和我们魁北克的绿色的风景。亲爱的朋友们，生活就是这样的。疫情，你想知道这些北美的写作人是怎么生活的吗？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，说起来有点无聊，但是他们充满着激情，因为他们什么都不要，他们就想写下自己，写下社会，写下生活，然后记录自己的人生，留给我们的新移民，留给我们的新国家。好的，我们今天就随便聊到这儿，谢谢你，我们下次再谈。